是不是 MIT 啊？我看地图上好像是。这儿有阿迪达斯啊，你们看这个 logo， 这个建筑好看啊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18号星期六，波士顿马拉松的周末，看我在哪儿？看，拱门。早上起来的工作人员们。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跑步，一方面又想用头上的Insta360 Go Ultra 去记录一下跑步的风景，又要看导航，可能自己也想欣赏美景，还有和朋友们互动，有时候顾不过来。我最近发掘了一个 Go Ultra 的新的一个小功能，叫间隔录像，我们看看怎么弄啊。今天咱们用它来控制这台相机，在拓展舱的屏幕顶端往下滑，就能看到间隔录像的功能。用这个功能可以拍 vlog、骑行或者跑步等等。我们今天选跑步，在这儿可以设参数，包括间隔多长时间，间隔这么长时间之后单次拍多长时间，拍摄的规格等等。今天我跑得短，所以间隔时长就设的比较短，设3分钟一次，每一次拍1分钟。之后在这儿可以就选择每次拍摄的时候是用哪个模式，普通拍摄、自由比例还是夜景。在不同的模式下也可以设置每个模式的自定义参数。之后就可以选择是单个相机头的拍摄还是带着这个拓展舱的拍摄，它可以告诉你可以拍多久。设置好之后再下一步，它问你指示灯和提示音，这块我强烈建议至少提示音要打开，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说你的相机是开始拍摄了和停止拍摄了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拍摄了。这儿就开始拍摄了，第一个1分钟，它拍1分钟之后就停。刚才我们设的是3分钟，就停3分钟，然后再拍1分钟。现在就是我头上这个，现在在拍了。那我们就开表跑步。你如果想把本体省电，或者你怕放兜里碰的话，你长按关机，它会让你选的是两边都关掉，还是只关掉这个。好，把这个关掉，头上的还在接着拍着。我们调好角度就出发。我听到相机滴了一声，开始了第一段的拍摄。拍摄1分钟又会停3分钟。小雨中的波士顿，这边应该都是住宅区，很安静。到了查尔斯河的河边，我们一会儿从那个桥过到那边，那边就是哈佛和 MIT。已经在过河的桥上了，你们看。河里有练赛艇的，看训练的人们。它这个设置完以后就不是绑死成这样的，就比方我现在看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，我想拍，我可以手动开的。那这个开始拍摄了。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应该就是 MIT， 不知道可能就是这一片，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们告诉我一下。这要手动按，它这个逻辑是你这样拍，就等于说它就从那个循环里跳出来，就这么拍，直到你再停，停了之后它又回到那个循环了，就不会说你这样一下，然后它那个循环就不再触发了，不会的。绿灯了，看看这是不是 MIT 啊？我看地图上好像是，就右边这一片。哎，是哎，小伙伴们看，是 Welcome to MIT。就这一片都是，好像一过桥就变成了这种感觉，都是学校的感觉。我最早对波士顿的视觉的印象就是那个电影，就开始的那一幕，晚上在一个餐厅里的那种感觉。哎，这时候我不想拍了之后，就拍完我想拍的东西，我就停掉它，它就停了。然后它一会儿到了下一个时间段，就是循环那时间段，它还会再开的。我们再往前是剑桥，应该很近了。这儿有阿迪达斯啊，你们看这个 logo。我刚跑到这儿，1分钟的自动录像停了，我又手动开启。你看阿迪达斯这个。Harbor Hill Running Company， 这是一个品牌。昨天当地的朋友跟我说的，他送我了2双这个品牌的袜子。这就是那个新穗坡的那个品牌，看这儿，
University Park at MIT。这个建筑好看啊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这模式省心不少啊，这模式就不管它了，相机一响，我看周围有的可拍，我就拍一拍，聊两句。我们前面那一片应该就是哈佛的校区了，这一片建筑感觉更古老。我跑着发现这个功能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儿，就是我知道它还有多长时间再拍下一个1分钟，我有时候想赶上这个地儿，我就快一点或者慢一点。那还有个茶餐厅。到达波士顿的第一个晨跑结束了，虽然有时差，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。像Insta360 Go Ultra 这个间隔录像的模式，不仅仅现在用于这种晨跑啊、出来旅行。像我看现在很多小伙伴参加比赛都拿一个相机想记录自己的比赛，这个我觉得特别好，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像我的比赛现在都是用 Go Ultra 拍，但是我在比赛中的拍摄，因为我要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完整、更长的比赛的大电影，所以我都是用普通的模式，用普通模式拍摄、配数据、剪辑去完成，工作量会比较大。但是对于很多自己来参赛、平常没有拍摄、不做自媒体的小伙伴们，其实一场比赛如果想拍摄比赛全都兼顾是很不容易的。而这个Insta360 Go Ultra 的间隔录像的模式，确实可以能帮我们既记录了比赛，又解放了双手。Insta360 Go Ultra 这个摄像头部分就不带着那个本体，能够拍32分钟左右的素材，就是间隔拍摄也是32分钟左右的素材，就是它中间间隔那时间并不费电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每次拍1分钟，如果你间隔5分钟拍一次的话，那差不多就是150分钟，从你开始到结束，就能覆盖150分钟的时间，那就是2个半小时。一场全马应该是不够，但是半马5公里、10公里的比赛绰绰有余。如果是全马的话，你开成比方说10分钟一次，那就是300分钟了。那300分钟绝大多数人都足够了。我觉得这个是个挺实用的功能。它在自动间隔的基础上，还能支持你手去主动去操作开关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也不会去说一定会错过某些关键的场合。后天就是波士顿马拉松的比赛日了，最后还是在波士顿，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